哎，大家伙儿早喽！最近总有小伙伴问我，马拉松成绩练到了一定程度，怎么能再进步，持续进步下去？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练到业余精英以后，训练的强度要有绝对强度顶上去，但是进步更多的是靠这些强度之外的恢复。我现在全程马拉松2小时38的成绩，在训练中我就会更加的去注重极化训练，让训练的时候快的顶上去，慢的慢下来。但是有没有进步呢？其实还是得靠训练之外的恢复来做。最近我在用这款华米的 Balance 2手表和 Helio， 现在它是臂带的形式，它可以是手环的形式。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设备是如何让我的训练和恢复更加的科学的。平常的跑步训练，尤其是像间歇跑或者是变速跑这种训练，对 GPS 和心率的精度和响应速度要求都比较高。我们也开始走。一方面，对 GPS 的精度和响应速度的要求体现于你的速度变化能够快速的被手表反映出来，被很好的记录下来。另一方面就是心率，可以通过心率来评估你的训练效果，通过当前的心率来看到你的当时的状态。在训练中，我希望手表可以给我提供全局的训练数据，尤其是准确的 GPS 数据。这款华米的 Balance 2手表是6星的双频定位，在相对复杂的环境里也能提供精确的记录。3周左右的长续航时间用起来比较省心，在 GPS 模式下也能持续2到3天。另外一项更关键的数据是心率，相比手表，我其实更倾向于使用专业的心率臂带或者胸带来记录。Helio 这款手环在跑步训练的时候可以变成臂带的形式。今天为了测试这一套设备，跑了一个小间歇，跑了几组冲刺，感觉还不错，心率的响应是很 OK 的。而且昨天我们的那个强度课，我是带着它和它来对比心率的胸带的，数据也非常吻合，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我用它对比了我的心率胸带，因为受限于两者不一样的记录逻辑，所以胸带在很多时候都要比光电心率的臂带或者手表更加的精确和响应快。但是我发现 Helio 这款臂带，无论从整个的心率曲线的起伏，还是心率变化的响应速度来看，都已经和现在的心率胸带没有太多的差别，能够做到秒级的心率变化的记录。为什么我会说在间歇跑或者变速跑，尤其是短距离的间歇和变速的时候，心率监控设备的响应速度很重要？是因为在这种训练中，虽然我们不太可能说一起跑就马上一直看着表看我们的心率来对我们的训练做调整，因为大家都跑过间歇跑，在那种强度下不太可能做到这个。但是我们训练后的复盘和训练后去看我这次训练的效果的时候很重要。如果一个心率监控设备它的响应速度慢，其实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曲线比真实的稍微的晚一点来是一个重叠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做短距离间歇和变速的时候，可能心率上去一会儿就结束了，就要结束，就要停下来了，对吧？如果响应速度慢的话，波错后波峰会被吃掉的。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最大心率可能持续了10秒的185，但是其实最后你看到的那个高那儿被切掉了，你能看到你的最大心率是180。所以说，心率监控设备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关键。到了，我们看看心率的变化，现在164，我停下来，162，开始迅速下降了，看没？用这个臂带来监测心率的好处就是它的准确度和响应速度都更快，同时呢，这种形式也避免了单纯用手表记录心率受手腕的活动的影响。这款臂带配的是柔软的速干尼龙材质，在高强度间歇训练或者出汗多的时候也能很稳固和透气，佩戴比较舒适。同时，因为是标准的蓝牙协议，所以也和其他品牌的运动手表基本都能兼容。Helio 有2种形态，配合 Balance 2训练时用臂带的形式，可以提供更准确的运动心率，加上通过手表得到的进阶跑步数据，如步频、垂直振幅、触地时间等等，可以了解单次训练你的表现和训练完成度。
那我是怎么去看这些进阶的跑步数据呢？我一般这么看这个事儿，就像刚才说的，我不会看1、2次的数据的变化，我会看一个我长期的变化。比方说我自己，我以前跑得慢的时候，步频也不高，大概170、180，步幅也不大，大概80、90厘米，触地时间呢也不短，大概200多毫秒。但是随着我越跑越快，我发现我的触地时间和步频都变好了，就步频越来越快了，触地时间越来越短了。步幅虽然在进步，但是和这两者比，进步的幅度有点低。但是从跑步的经济性上来说，虽然步频稍微高一点，在大家的概念里都比较好，但是高到一定程度，比方说我的比赛步频都已经在200以上了，这个时候心肺压力就会特别大。而步频提升到像我这种身材190左右的时候，是要提升步幅来增加跑步的速度和提高比赛的成绩。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帮助我把步幅变大，但是至少可以告诉我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所以长期去记录这些数据，回过头来去看、去分析，是对未来的训练指导很有意义的。在做力量训练、健身和睡眠的时候，可以把它切换成手环的形态，脱离手表单独使用。它内置了27种运动模式，在很多场景下可以独立完成数据的追踪。带着它做力量训练的时候，可以自动识别训练的动作，并在 APP 里展示肌肉热力图等运动数据。马拉松跑到我这个成绩，其实恢复对我来说就特别重要。一方面是要超量恢复，让自己的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就是好的恢复才能保证我每天的训练强度。睡觉的时候带着 Helio 手环几乎是没有感觉的，起来的时候看一眼 APP， 数据同步以后呢，就能看到睡眠的追踪数据、身体电量。通过这些数据呢，能了解你昨晚的深睡、心率，还有心率变异性等等的情况，再结合你自己身体的感受来安排今天的训练。如果你监测到你的睡眠不太好，并且呢身体又感觉比较累，就像这天我的睡眠特别短，分数也特别低，只有50分，就需要注意。如果真的不行，就可以把当天的训练强度调得低一些，可以只做个慢跑或者是恢复跑。如果睡眠恢复数据还不错，体感也不错，也正常，比如这天我的睡眠分数就还不错，那就可以放心去做强度训练。这样一来呢，就不会陷入那种硬撑着拼的那种状态，而是根据身体状态来安排，让训练的更可持续，恢复也更好。我其实特别早，在我跑步之前，2012年的时候，我就用智能设备来监控我的睡眠了。从我开始跑步，201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用智能设备去记录我的每一次的训练。通过这些年的训练数据的记录和累积，我能更清楚地明白心率和恢复还有训练负荷对一个跑者的影响。同时我也学会了用这些东西去判断我一次训练和一个周期训练或者一段时间训练的完成度。通过长年累月的监测我的睡眠，我能够感受到训练、年龄、休息、饮食和心理压力对我睡眠的影响的一个趋势。这些数据帮助我能更好地了解我自己的身体。记录多了，看得多了，你会发现某一次我不记，我起来以后当时的感觉和前一天我经历的东西，我就已经知道我第二天的睡眠是什么样子了。这就是我们记录和复盘还有学习的一个目的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关于睡眠的记录呢，我比较在意的数据是总时长、深睡时长、平均心率，还有我的 HRV 心率变异性。这些指标不是来判断身体的一个必要充分条件，而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体感和身体的状态，再结合这些指标去找到自己身体和这个指标的对应的关系。比方说，就我个人而言，心率变异性有时候心率设备会告诉我的心率变异性有点低，今天应该要调整，但是我会参考其他数据，比方我睡眠的深睡时长、我的平均心率来去决定。或者有的人对心率不敏感，对心率变异性很敏感，他今天一低马上身体就有感觉，那你就别像我一样，我其实更多的是参考平均心率，有的人会更多参考心率变异性，这些要结合自己真实的体感和数据来评判。结合这些数据呢，就能指导第二天我的生活和我的训练，我是安排一个强度呢，还是安排一个轻松，是练呢还是不练，第二天要不要有咖啡因的摄入，要不要吃更多的东西，等等等等等等。
心率的准确度是这一切的基础，无论是训练的过程、训练的复盘，还有我们的睡眠和日常生活的监控。如果一个设备的心率监测不准，评估训练的效果就无从谈起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认为科学训练不是拼命，而是掌握一个节奏。而华米这套组合的思路就是 Balance 2和 Helio 臂带负责训练数据，其中手表提供全面的运动数据，臂带提供关键并且准确的心率数据。之后 Helio 手环作为恢复追踪，帮助判断身体的状态，同时呢，在做室内力量训练的时候使用它。所有的数据在 APP 里打通，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持久训练，高效的恢复。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